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欣喜地把玩着手中的黑伞，像是得到了一个新玩具的孩子。爱丽丝小姐，这把黑伞是量子结晶制造的，而之前偷袭我的那个家伙曾经说过，他手中的匕首是量子碎片制造的，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吗？这个啊，爱丽丝一边接过旺财地上的红豆奶茶，一边说道：“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也没什么，两者都是由量子构成的，只不过每次世界重启之后产生的量子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将那玩意叫量子碎片，等攒多了之后，凑够了一定的数量之后，合成在一起才叫量子结晶。你可以理解成碎钻和钻石，两者其实没什么区别。”世界重启？其实这个消息在巴别塔内部也算是保密级的消息，只有核心干部才能知道。不过你的表现不错，我可以提前跟你说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放心吧，我嘴最严了。之前我跟你说了，对于那些半神来说，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抢夺虚数核心。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夺虚数核心吗？为了获得更多的世界，培养更多的卷者。那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你要记住，他们培养卷者的目的是抢夺虚数核心，但抢夺虚数核心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培养卷者，这两者的关系你要搞清楚。那他们的目的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用虚数核心控制虚数空间重启。重启？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这些虚数空间每重启一次就会产生一些量子碎片，等到量子碎片积攒的足够多的时候，灌注到虚数空间之中，就会让空间量子化，让空间得以晋升成为量子空间，而让空间晋升，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甚至半神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晋升为真正的神灵。原来如此。听到爱丽丝这么一说，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半神之间为什么要将这么多人类投入到一个个虚数空间之中进行求生？目的就是筛选出强者，对其他世界进行征战，抢夺虚数核心。这个结果对于人类来说虽然很残酷，但是有时候对于高位者来说，人类似乎和蝼蚁没有任何区别。感觉到很气愤是吗？我们巴别塔就是这么一群气愤的家伙组建起来的组织，既然看不过，就把那些半神拉下来跑了。感谢你的奶茶，不过时间不早了，我该离开。对了，临走之前给你一个忠告。您说？不要轻易听信其他半神的蛊惑和招揽，除去少部分天赋异禀之外，大多数转投其他阵营的玩家都是炮灰。而且相较于大多数半神而言，招揽你的琉璃还算是有些原则，算是手续中立，至少比那些混乱系的要强多了。其他半神？你的意思是还有其他半神会过来挖墙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你记着就行。爱丽丝挥了挥手，拖着行李箱踏入了黑色漩涡之中，紫色的方块也纷纷落入黑色漩涡之中，最终大门消失不见。还真是奇妙。我看了看手中的黑伞，让自走机械将周围收拾了一番，清理掉剩余的痕迹，而我自己则回到了车里。情况怎么样？已经全程录像，将爱丽丝小姐输入的几条代码进行记录。另外，经过对比，在世界背面空间中，解析速度要比正常的解析速度高30%左右。小爱同学列出了几条代码，都是爱丽丝在世界背面虚数空间的核心书写的代码。第一条是制造棉花糖的代码，这个暂时没什么用。第二条是查找代码，作用是查找虚数核心的位置，这一点十分重要。第三条代码也是一条查找代码，只不过是用来查找人员坐标的，但是自己可没有进入世界背面的办法，即使有了代码也无法编写。这怎么办？难道还要找一个进入世界背面的办法吗？正在我为难的时候，我的目光忽然落到了角落里的那个虚数核心上。虚数核心里面也有大量的代码，不知道用这个来操控行不行？试试看，只是编写一条代码而已，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小爱同学，输入第二条代码。明白。小爱同学控制着机械臂，拿起了虚数核心，在上面虚空用手指书写代码，一行行用各种文字组成的代码出现在了虚数核心中。当敲下最后一个数字之后，小爱同学选择了运行，很快代码运转了起来，大概过了不到1秒钟，一个坐标出现在了虚数核心之上，那个坐标正是我此时所在的坐标。成功了！这个代码运行成功，说明了这些代码在本世界是有效的。如果我找到了在其他世界输入代码的方法，说不定在其他世界也是有效。指挥官有发现。有什么发现？因为有了3条已知代码作为参考，对代码的破解速度大大的提高了。我在破解代码的时候，在最核心层发现了一个坐标，这个坐标被隐藏在核心代码之，我怀疑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有什么重要的存在。在最核心层发现的坐标，确实有可能，能确定是在哪里吗？在
在北极圈附近。小爱同学张开了3D 地图，在北极圈附近贴下了一个红点，还在地图上贴心的标识出了几条通往该处的道路。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本世界的第2天深夜。从现在来看，接下来的几天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那个地点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沿路也可以经过几个大城镇，顺路收割一番，也算不虚此行。那就返回白象城吧，从那里出发。确定了线路之后，小爱同学向着白象城驶去。忙完了这一切，旺财系着围裙招呼我开饭了。知道了，我去招呼他们一声。心情不错的我吹着口哨打开了莉莉丝实验室的大门。刚一打开门，我感觉到眼前一道黑影划过，砰的一声闷响，一把大剑贴着我的头盔插到了旁边的门框上。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整个人跳出去7、8米远。你们这是干嘛？谋杀亲爹？谁让你进来前不先敲门的？你来的刚好，刚刚飞剑的试验成功了，你试验一下手感吧。莉莉丝将手柄扔给了我。这么快就成功了？在哪呢？让我看看。插在门框上的不就是？这是飞剑，一把巨大的合金剑，剑刃位置是导齿链锯，剑柄上还有一个按钮，按下之后，剑刃上的倒齿链锯可以飞速旋转，整个一个飞天汽油锯，威力不威力的放到一边。谁见过踩着汽油动力锯飞天呢？这逼格一下子就没有了。这模样也太难看了吧！这是经过空气动力分析得出的最优解，而且除了近战攻击之外，这玩意还能释放高压电流，完美的将近战武器和远程武器进行了整合。还有，这东西配备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自主攻击系统，可以根据预设系统自行侦查、搜集信息，自主攻击。为了能追上目标，我在剑尾增加了磁悬浮装置和离子喷射器，可以将飞剑的最高速度提升到9马赫。另外，我还在剑体剩余空间内塞上了 C4 炸弹，实在打不过的时候可以进行自爆攻击。